太好了，阿平終於決定建造新家了。這也是阿平被狠毒的丈夫趕出家門的第7天了。一個懷有身孕的女人，遭遇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背叛。丈夫為了取悅她帶回來的女人，狠心地把阿平前幾天搭建的庇護所一把火燒了。傷心欲絕的阿平曾一度產生了輕生的念頭，可當她撫摸着腹中漸漸隆起的小生命時，母愛的力量如同一束光穿透了黑暗，讓她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勇气。她告訴自己必須堅強，絕不能倒下。昨天晚上，阿平一個人在簡陋的四面通風的臨時搭建房熬過了一夜。這樣的環境對於阿平來說太惡劣了，長時間的居住很可能因感染風寒而生病。阿平終於下定決心，在這片土地搭建一個結實穩固的房子。說幹就幹，找來了鏟子就開始鏟土，一定要為孩子打造一個安全的港灣。他卯足了勁兒，開始向眼前的雜草叢生的土地發出挑戰。住所牆面上、地上的雜草實在是太多了，阿平必須要把這些雜草全部清理乾淨。這也是阿平打地基的一個過程。正常情況下，像阿平這樣的懷孕女人應該得到丈夫的悉心呵護，在家裡安心養胎。可老天似乎不太眷戀阿平，獨自一人承擔起蓋房子這樣的繁重的體力活。阿平現在所經歷的苦澀，女性朋友們應該深有體會。時間所用不長，在阿平的辛苦努力下，這片雜草叢生的土地已經被她清理出来。接下來就是把這些土地全部夯實了。沒有什麼很好用的工具，只能用鏟子用力一點一點地夯實土地，讓土地变得更結實，為後續建房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。過了很長時間，阿平已經連續幹了3個小時。阿平也決定休息一會兒，簡單的喝了一點山泉水。阿平此時很累，但他也不敢耽誤太長時間，必須趕緊搭建起這個房子，到了那個時候才能安心的出去賺錢。因為接下來要誕生的生命需要花費不少錢。沒有停留太長時間，阿平就又開始行動了。地基已經搭建好了，接下來就要砍一些木材來當做房子的框架了。好在阿平居住的地方人不是很多，所需蓋房的大部分物品都能從山中獲取，要不然阿平手裡可沒有一點錢來蓋房子。不久之前，阿平得知自己懷孕的消息時，她曾無數次幻想過與丈夫一起等待新生命誕生的溫馨場景，想着一家3口未來的幸福之家。可現實卻給了阿平重重的一擊。當面臨丈夫的一次一次背叛與狠毒時，她心中對丈夫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。但阿平從小骨子裡就有一股不服輸的精神，她要勇敢地面對這一切。